你以为在犯错后狠狠惩罚自己，就能换来无可挑剔的极度自律吗？恰恰相反，科学与无数残酷的现实证明，这种自我苛责的习惯，正是将你推向长期贫穷与终生痛苦的罪魁祸首。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和分享两个极其重要的人生课题，那就是如何不靠运气获得财富，以及如何获得真正的幸福。在我的认知体系里，财富不仅是银行账户里的数字，更是你在睡觉时依然能够为你产生价值的资产。而幸福，它绝不是一种短暂的情绪高潮，而是一种你可以通过刻意练习来掌握的技能，一种内心毫无波澜、平静如水的长期状态。这两个目标听起来宏大，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底层逻辑，那就是复利效应。财富的积累需要投资的复利，幸福的获得需要良好习惯与心智模式的复利。然而，在追求这两个目标的长跑中，我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掉进了一个极其隐蔽的陷阱。他们不是败给了智商，也不是败给了运气，而是败给了他们应对自身错误的方式。很多人都相信一种世俗的成功学，那就是人必须要对自己狠一点。他们认为，要想获得非凡的财富和极致的幸福，就必须拥有钢铁一般的意志力。一旦偏离了既定的轨道，比如在创业时做出了轻率的决策，在投资时没能管住手，或者在试图养成专注习惯时多看了半个小时的无聊网页，他们就会在内心深处对自己展开一场残酷的审判。今天，我想抛开那些陈词滥调，和大家深入探讨一些关于人类心智运转规律的意外发现。当我在各种场合抛出这些底层逻辑时，往往会引发极其激烈的争论。很多人本能的抗拒，甚至觉得不可理喻，因为这些真相彻底颠覆了他们过去几十年所接受的教育。他们无法相信，原来自己一直以来奉为圭臬的严厉自律法则，竟然是导致他们不断滑向失败深渊的推手。为了让你彻底明白这个反直觉的机制，我不想用枯燥的理论说教，而是想带你进入一个经过重新构建的、更加贴近我们追求财富与自我成长真实场景的故事。在这个过程里，你会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影子。假设有一群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正试图通过极度克制来戒除短视行为，积累早期财富并重塑生活习惯的年轻人。我们暂且把这个群体的代表称为林先生。林先生们知道，要想在充满诱惑的现代社会里存下第一桶金，要想保持头脑清醒去寻找真正的杠杆，就必须戒除那些带来即时满足感的消耗性行为，比如冲动消费、频繁的短线无效交易，或者在深夜无休止地刷那些毫无营养的娱乐信息。我的那些从事行为科学研究的朋友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极其巧妙的社会实验。他们招募了这群像林先生一样正处于严格自我约束期的人。实验的第一步是人为的、不可抗拒地打破他们的意志力防线。研究人员将这些参与者带到一个充满诱惑的模拟环境中。在这个环境里，参与者被要求必须完成一项他们原本极力避免的消耗性行为，比如给他们一笔虚拟但能引发真实痛感的资金，要求他们必须在一个高波动的垃圾项目上进行一次短线操作，或者在一个极度疲惫的时刻，强迫他们在一个充满算法诱惑的娱乐软件上消耗掉整整1个小时。更有意思的是，研究人员还要求他们必须亲自挑选自己要沉迷的具体内容或操作的标的。这就像是你明明发誓要节制欲望，却被人按在椅子上，不仅强迫你吃下了一个极其甜腻的垃圾食品，还非要你仔细品尝并挑选你最喜欢的那一层糖霜。面对这种被强行撕开的意志力缺口，这群渴望自律的年轻人内心体验到了极其复杂的震荡，他们的挫败感被瞬间放大。为了让这种失控感更加真实和沉重，研究人员还让他们阅读了一份极其详尽的复盘报告，清晰地向他们展示了刚才那种冲动行为如果放在拉长的人生维度里，会造成怎样巨大的复利损失。这就像是在他们已经隐隐作痛的伤口上又撒上了一把名为焦虑的盐，让他们感到胃里都翻涌着不适与自责。
这正是我们追求财富和幸福道路上最常遇到的困境。你试图控制自己的欲望，但欲望总是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反扑。欲望就是你与自己签订的一份契约，承诺在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之前，你将一直处于不快乐的状态。而当你因为一时的软弱向欲望妥协后，伴随而来的往往不是满足，而是深深的空虚和自我厌恶。紧接着，实验进入了最核心的第二阶段。研究人员为这些刚刚经历了意志力溃败的参与者准备了一场自由度极高的测试。在这个测试环境中摆满了各种能够带来即时快感的诱惑。对于那些试图戒除冲动交易的人，面前是不断闪烁着暴涨信号、极具煽动性的垃圾资产盘面；对于试图戒除信息干扰的人，面前是推送着无穷无尽低俗娱乐内容的高清屏幕。研究人员对林先生和他的同伴们下达了这样一个指令，他们说，我们需要你们对这些所谓的诱惑源进行一次全面的评估，所以请你们放开手脚，想怎么操作就怎么操作，想看多久就看多久，直到你们觉得已经充分了解了这些事物的本质，足以给出一份评估报告为止。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在彻底放纵他们，但实际上，研究人员的真正目的是想测试一种极其罕见的心理干预机制。他们想要观察，如果能在人们犯错之后消除掉那种如影随形的内疚感和羞耻感，会发生怎样不可思议的化学反应。因为内疚本身就是自我意识过于强烈的产物，它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内耗。因此，在这个巧妙的设定中，这群刚刚经历了自我否定的人被随机分成了两组，其中一半的节制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收到了一份极其特别的心理干预信息，我们暂且称之为自我宽恕程序。在他们被迫经历那次意志力失效以及即将面对全面诱惑测试的间隙，一位引导者走进了这一半参与者的房间。这位引导者的语气平和、中立，没有任何高高在上的说教意味。他对林先生这组人说了这样一番话。他说，顺便提一下，我们在过去的观察中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参与者在被迫完成了刚才那种冲动消耗行为之后，内心往往会涌现出强烈的内疚感。这句话的威力在于，它就像一面平静的镜子，瞬间照亮了参与者内心那个黑暗的角落。它让林先生们意识到，原来我现在胸口那种沉甸甸的感觉，那种觉得自己很糟糕的情绪，就是内疚。他们开始觉察到自己正在被情绪裹挟。紧接着，引导者抛出了这条信息的第二部分。他说，我们希望你能在心里记住一个事实，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和诱惑的世界上，每一个渴望成长的人，其实偶尔都会有放纵自己、脱离轨道的时刻。人类的大脑就是这样被千万年的进化塑造出来的，它天生就渴望即时满足。况且，刚才那次短暂的失控，是我们实验规则强行要求你们去做的。这种表达方式其实蕴含着极高的智慧，它的目的是强行将参与者从狭隘的自我否定泥潭中拉出来，引导他们把眼光放到一个更长远、更宽广的人性维度去审视问题。它在向大脑传递一个信号，你不是一个特殊的失败者，你只是一个正在经历正常心理波动的人类。你不需要用完美的圣人标准来绑架自己。而在整个干预信息的最后，引导者留下了一句极其简单却仿佛有着千钧重力的叮嘱。他说，所以请你千万不要因为刚才的那个小插曲而对自己过于严苛和责备。我们稍微停下来拆解一下这短短的3句话。整条信息看似平淡无奇，但归纳起来其实是在进行一次极其精准的心智重塑。第一，它指出了你可能正在感到内疚，帮你具象化了痛苦。第二，它告诉你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时候，打破了你的孤独感和自我特殊化。第三，它给出了行动指南，别因此对自己太苛刻。在我的世界观里，这段话其实触及了获得幸福的本质。幸福不是关于你得到了什么，而是关于你如何解释你所经历的一切。
当我们的大脑停止把一次偶然的失误放大为人格上的缺陷时，我们就切断了痛苦的根源。我们常常觉得，要想在现代社会赚钱，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投资者或者创业者，就必须像机器一样精密，不能犯任何错误。但事实是，这个世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非线性系统。你之所以会感到痛苦，是因为你的现实与你的期望产生了巨大的落差。你期望自己是一个100%自律的超人，但现实是你有着凡人的软弱。当你试图用强硬的自我批评去填补这个落差时，你其实是在消耗你最为宝贵的资产，那就是你的心理能量和专注力。在听完这段话之后，林先生和这组接收了自我宽恕信息的参与者，与另一组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干预的参与者一起，走进了那个充满了无限诱惑的测试环节。接下来的发生的事情，让所有坚信苦行僧式自律的人大跌眼镜。这也是为什么我要花这么大的篇幅来为你铺陈这个故事的原因。研究人员最终在后台的数据统计中发现了一个极其震撼的对比结果。那些接收过自我宽恕信息，也就是被告知别为刚才的失控操心，这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人，他们在接下来的测试环节中，对于诱惑源的摄入量，不管是去点击那些垃圾诱惑内容的次数，还是在冲动交易盘面上停留的时间，竟然不到未接收该信息的另一组人的一半。这完全违背了我们大脑的直觉。在大多数人的固有认知里，一旦你犯了错，或者意志力出现了哪怕一丝的溃败，你就必须立刻敲响警钟。你应该在心里对自己吼叫，说些极其严厉难听的话。你应该认定这种失控是极其危险的。如果今天纵容了自己这一次，明天就会滑向彻底的堕落，最终导致人生破产这种灾难性的后果。人们总是天真的以为，恐惧和羞辱是最好的清醒剂。他们觉得，只有通过在内心里对自己进行无情的鞭笞，才能产生足够的痛感，从而防止自己进一步去放纵，防止自己被欲望彻底吞噬。目前我们在探究人类意志力、习惯养成以及长期价值构建领域所掌握的最具颠覆性也最有力量的一项底层理论依据。简单来说，就是当你的意志力防线被突破，当你偏离了原本设定的财富积累或自我提升的轨道时，如果你在内心对自己越是严苛，进行越是无情的自我讨伐，你就越有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再次重蹈覆辙。而且一旦这种失误再次发生，它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往往会呈指数级放大，最终摧毁你之前积累的所有优势。在我的投资生涯和对人性的长期观察中，我发现这背后的逻辑其实非常严密，它关乎我们大脑最原始的运作机制。为什么严苛的自我责备不仅无效，反而会成为加速堕落的催化剂？因为内疚和羞耻感本质上是一种极其消耗能量的负面情绪体验。当你在脑海中痛骂自己软弱、无能的时候，你其实是在给自己施加巨大的心理压力。这种自我苛责的特质，这种深深的羞愧与内疚感，仿佛具有一种黑暗的魔力，它会在你的身体里制造出难以忍受的焦虑和痛苦。而人类的大脑在面对难以承受的痛苦时，它的第一反应永远不是去进行深谋远虑的长期规划，而是疯狂地寻找能够立即抚平这种痛苦的解药。那么，对于一个刚刚因为沉迷短视行为而感到痛苦的人来说，什么才是最快、最唾手可得的解药呢？极其讽刺的是，往往正是那个刚刚让他们深感懊悔，给他们带来痛苦的恶习本身。让我们跳出实验室，把这个底层逻辑带入到我们追求财富和个人价值的真实商业世界里。假设你是一个交易员或者个人投资者，你原本制定了极其严格的投资纪律，发誓绝不在高风险的垃圾资产上进行情绪化交易。但是某一天，你没有管住自己的手，进行了一次冲动的操作，结果遭遇了亏损。如果你是一个信奉严厉自律的人，你会在当天晚上对着镜子猛烈地鞭笞自己。你会觉得自己是个没有纪律的废物，认为自己永远无法在金融市场上立足。这种强烈的内疚和自责会瞬间抽干你的心理资本，
为了摆脱这种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的极度压抑感，你的大脑会迫切地需要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来安抚受伤的自尊。结果会怎样？研究和无数倾家荡产的真实案例表明，人们越是因亏损钱财而感到内疚和自责，就越有可能在第二天失去所有的理智，去借贷，去加杠杆，试图通过更大规模、更高风险的赌博把钱赢回来。他们渴望用一次巨大的刺激来覆盖内疚的痛苦，而最终的结局往往是输得倾家荡产，连留在牌桌上的资格都被彻底剥夺。在个人成长和克服拖延症的问题上，这种机制同样在精准地起效。想象一下，你正在筹备一个属于自己的创业项目，或者正在学习一门能够为你带来高杠杆回报的新技能。某一天，你突然感到疲惫，将原定的计划推迟了，转而在娱乐软件上虚度了一整天。如果你因此对自己展开毫不留情的精神攻击，认定自己无可救药，那么这项原本应该通向自由的创业任务或学习计划，在你的潜意识里就会与痛苦、羞耻和失败感紧紧绑定在一起。到了第二天，当你想再次启动这项任务时，你的大脑会本能地排斥它，因为它不想再次面对那种被严厉指责的恐惧。研究清晰地显示，如果一个人在拖延任务时对自己越是严厉苛责，那么下一次他拖延的时间往往会更长，逃避的动作会更加彻底。你用苛责试图战胜拖延，却反而为拖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心理养料。所有这一切看似荒谬的现象，最终都归结于一个不容回避的基本事实。这也是我经常在讨论心智模式时强调的。当我们感到压力重重，被内疚或羞愧感彻底包围时，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跌入一种特定的短视的心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你的长期视野被完全屏蔽了，你不再去思考10年后的复利，不再去规划未来的财富蓝图，你的整个人格特质和思维模式都会退化到最原始的生存模式，变得极度容易向即时满足、眼前的诱惑以及无处不在的焦虑妥协。因为在巨大的内部压力下，你的系统只想活过当下这一秒，哪怕代价是牺牲整个未来。理解了这台名为大脑的机器是如何因为过度施压而崩溃的，你才能真正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截然相反的策略。因此，我希望通过接下来的深度拆解，让你不仅在理智上认同，更能切身感受到，如果在面对失败时，你能够转而向自己传递一种自我慈悲的信息，那将会是一种怎样颠覆性的体验。它绝不是教你为自己找借口，而是一种极其高阶的，能够迅速让你恢复理智并重新投入长期博弈的认知操作系统。为了让你能够将这种理念转化为随时可以调用的技能，我们将这种干预信息的运作方式拆解为3个清晰且可执行的步骤。这套系统的第一步，我称之为保持正念与觉察，这是所有改变的起点。它的核心在于，当你遭遇挫折、犯下错误时，你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评判，而是像一个局外人一样，安静地观察你当下的所思所感。你要清晰地留意到，我现在正感到内疚，我现在满脑子都是自我怀疑，我内心的那个声音正在对我进行疯狂的苛责。之所以要建立这种觉察机制，是因为人们在现实中太容易被情绪的洪流卷走，从而陷入一个致命的恶性循环。先是犯错，接着感到内疚，因为无法承受内疚的痛苦，随后又试图用同样的错误方式来麻痹自己，最终故态复萌，重蹈覆辙。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完全失去了觉察力，他们成为了情绪的奴隶。那种自我厌恶的情绪往往像一团黑雾，让人感到极度压抑，甚至有些不知所措。为了从这种情绪黑洞中寻求解脱，人们会盲目地抓取任何能够转移注意力的东西。然而讽刺的是，这种缺乏觉察的逃避方式，恰恰会将他们推向更深、更难以自拔的困境。当你开始运用正念，你其实是在你的意识和情绪之间拉开了一道缓冲的空间，你不再等同于你的内疚感
你只是那个正在观察内疚感发生的人。一旦你不再认同那个糟糕的情绪，那个情绪对你的控制力就会瞬间瓦解。你可以坦然地承认自己的失误，而不需要背负沉重的心理枷锁。这是重新夺回方向盘的关键1秒。紧接着，我们要进入这套系统的第2步，这也是极其抚慰人心的一步，那就是去深刻体会人类共通性。在追求卓越和财富自由的道路上，我们之所以经常在跌倒后难以重新站起来，难以从内在的动力池或意志力储备中汲取力量，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的认知产生了严重的错觉。我们开始在脑海中编造一个虚假的故事，仿佛全世界的人都在顺利地向着目标前进，仿佛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只有我自己的身上才存在着某种独特的缺陷或病态。当我们看着那些成功人士光鲜亮丽的表面时，我们很容易认为他们生来就具备完美的自律。因此，当你因为一时的软弱而失败时，你会觉得在自己的本质深处有着某种根本性的错误。你觉得自己天生就是个失败者，是一个错误且极其软弱的残次品。正是这种将自己孤立起来，将错误归结为人格缺陷的心态，彻底切断了你与内在力量的连接，让你很难重新找回最初设定的目标和继续前行的动力。你觉得既然自己本质上是个烂人，那再怎么努力也是徒劳的。而体会人类共性这一理念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无情地击碎了这个虚假的幻觉。它的本质是让你在最脆弱的时候能够拍拍自己的肩膀，对自己说出最真实的客观规律。你知道吗？这正是任何向上改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且必须经历的一部分。伟大的事情从来不是在一条没有波澜的直线上成就的，它们都是在不断的试错、偏离与纠偏中螺旋上升的。你需要明白一个基于生物学和概率学的常识：有时我们会拖延，有时我们会因为疲惫而偏离正轨，有时我们会被精妙设计的商业诱惑所捕获。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绝对完美的机器。我们要有足够的智慧去认识到，这些局部的挫折和失控绝对不能用来定义你是怎样一个人。它们仅仅反映了改变旧有习惯、重塑心智模式这个过程本身所固有的摩擦力。真正决定你能否跨越阶层，能否获得持久幸福的，从来不是挫折本身是否发生过，因为那是注定会发生的。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是你在事后如何解释这次挫折，以及你如何应对它。当你用人类的共通性来宽慰自己时，你就卸下了那个沉重的特殊化包袱，你就能以最快的速度整理好行装，重新回到复利的快车道上。当我们通过正念觉察拉开了与负面情绪的距离，又通过认识人类的共通性卸下了人格缺陷的包袱后，我们终于来到了这套心智重塑系统的最后一步。这也是将理论转化为强大内在驱动力的关键动作，用积极的鼓励彻底取代破坏性的自我批评。想象一下你人生中最为珍视的那些关系，试想一下，如果你正在细心辅导某人，或者你正在关照一个你深爱着的孩子，又或者是一位与你生死与共的挚友，当他们满怀期待地去尝试一件事情，却遭遇了严重的挫折，跌落在你面前时，你会怎么做？你绝对不会指着他们的鼻子破口大骂，你不会说你真是个没用的废物，你永远也做不成任何事，因为你知道，那除了摧毁他们仅存的自信之外，毫无用处。你会蹲下来，拍拍他们的后背，对他们说一些充满力量和包容的话语。那么，你为什么要把最恶毒的语言留给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陪伴你走到最后，唯一能为你创造所有财富与幸福的自己呢？这最后一步的核心要求是，请你把你准备用来安慰挚友的那番话，原封不动地对自己说一遍。这不仅仅是一种心理安慰，更是一种极其高明的认知调校策略。当你用这种方式与自己对话时，你或许是在温柔地提醒自己不忘初心，重新对齐那个促使你开始改变的最初目标。又或许，
你是在强行拉高自己的认知维度，提醒自己要着眼于人生的长期大局。你要让自己明白，在长达几十年的财富积累和自我完善的复利曲线上，今天这个让你觉得自己像个彻底失败者的微观细节，不过是图表上一个甚至肉眼都无法察觉的微小噪点。我们需要刻意的练习，并采取这种积极的自我对话方式，去无情地覆盖和取代脑海中那些早已固化、总是充满恶毒指责的惯性声音。那些声音总是在你最虚弱的时候跳出来叫嚣：你怎么又犯这种低级错误？你真是太蠢了！你这辈子永远也改不掉这种穷人思维。这些声音不仅是谎言，更是阻止你跨越圈层的最大认知障碍。在行为科学领域，有一个极其有趣且已被广泛验证的技巧。如果你在进行自我对话时，开始尝试改变主语，用第二人称，也就是你来称呼自己，效果会发生惊人的变化。这就仿佛你真的将自己分裂成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充满智慧和慈悲的导师，另一个是正在经历挫折的个体。你仿佛正在与一位认识了多年的挚友进行一场深夜交谈。大量的追踪研究表明，这种特定的自我对话技巧，也就是学会以第二人称带着极度包容与鼓励的方式与自己沟通，其产生的实际成效，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超越了市面上各种昂贵的外部干预手段。比如在最为艰难的戒断行为中，像改变长期依赖的恶习，这种内在的声音所爆发出的力量，甚至超过了专门的药物替代疗法。这就是带着自我慈悲去应对挫折所蕴含的无法估量的巨大力量。它不是让你躺平认输，不是让你为懒惰寻找舒适的借口，相反，它是最高级的自律。它是让你在面对残酷的现实和自身的软弱时，依然能够保持内心的绝对平静。当你不再将宝贵的精力浪费在与自我产生的内耗和战争上时，你所有的能量都会被释放出来，重新投入到那些真正能够产生复利的事情上。你会变得更加客观，更加坚韧，更加不可战胜。因为你不再害怕犯错，你只是把错误当成了升级系统的数据反馈。在追求财富不靠运气的道路上，在寻找持久幸福的旅途中，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外部的市场波动，也不是命运的捉弄，而是那个在你脑海里不断贬低你的自己。如果你想赢下这场名为人生的无限游戏，请记住今天我们探讨的这一切。下一次，当你再次因为意志力的溃败而感到深深的内疚时，请停下来，深呼吸，察觉你的情绪，告诉自己这是全人类共同的经历，然后像对待你最好的朋友那样，原谅自己，鼓励自己，接着继续向前走。真相往往就是这么朴素却充满力量。在这个世界上，能够阻挡你获得财富与幸福的，只有那个不肯原谅自己的你。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触动了你，或者让你对自律和自我成长有了颠覆性的全新认知，请务必在下方点赞这篇文章。你的每一次点赞都是在为传递这些有价值的思想投票。更重要的是，强烈建议你点击订阅按钮，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据最新互联网用户行为报告显示，超过 78% 的职场人和年轻创业者正深陷精神内耗的泥潭，而这往往是由于错误的自我认知和信息茧房造成的。订阅我的频道，在这里，我将持续为你拆解关于财富积累的底层逻辑，分享那些真正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幸福法则。我们不谈虚无缥缈的速成神话，只专注于能够带来真实改变的认知升级。同时，我非常期待在评论区看到你的声音。在过去的经历中，你是否也曾因为过度苛责自己而陷入了更深的困境？在听完今天的拆解后，你打算在下一次遇到挫折时，对自己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代替原本的指责？分享你的故事，或许你的一句留言就能成为帮助另一个人走出低谷的曙光。期待在下一段探索智慧与财富的旅程中，继续与你同行。我们下次见。